各位观众老爷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那些曾经在咱们手机屏幕里呼风唤雨，喊一声321上链接就能让服务器瘫痪的超级主播们，好像没那么神了。对，你没听错，那个属于他们的星光璀璨的镀金时代正在悄悄地拉下帷幕。想当年，直播电商那叫一个火爆啊，简直就是一场全民狂欢的盛宴，流量就像是不要钱的海水一样，疯狂地涌向那几个头部主播的直播间。他们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牵动着亿万人的心和钱包。他们就像是站在风口浪尖的弄潮儿，每一次直播都像是一场华丽的冒险，数字不断向上翻滚，财富和名望唾手可得，那场面真是让人热血沸腾，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他们欢呼。可如今呢，聚光灯开始变得柔和而分散，不再只打在那几张我们无比熟悉的面孔上。可以说，直播电商这场大戏已经从群星闪耀的上半场过渡到了一个需要我们冷静下来好好琢磨的下半场了。咱们就拿数据说话，这样更直观。比如董宇辉，这位用知识和情怀打动了无数人的主播，他的宇辉同行抖音账号粉丝量突破了3000万，这当然很厉害。但与此同时，一个微妙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个人账号的粉丝数却像退潮的海水一样，从今年2月份的2700多万，慢慢滑落到了2700万出头。更重要的是，在刚刚过去的6月份，宇辉同行在抖音带货月榜上竟然跌出了榜首，排到了第5，而且有数据显示，跟去年同期相比，他们直播间的日均观看人次几乎腰斩。这就像一辆高速飞驰的跑车，虽然速度依然很快，但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引擎的轰鸣声似乎没有以前那么震耳欲聋了。再看看另一位标志性人物李佳琦，今年的618，他依然是那个能打的口红一哥，预售第一天就创造了20-30亿的销售额。这个数字，说实话，放眼整个行业，依然是金字塔尖的存在，让人望尘莫及。但是朋友们，凡事就怕对比，跟前年、大前年他自己创造的辉煌战绩相比，你会发现这条曲线它是在缓缓向下的。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波动了，它更像是一个信号，一个预示着风向正在转变的信号。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曾经从头部主播那里溢出的关注度和购买力都流到哪里去了呢？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首先，一大批新面孔上岗了，但他们不是人，而是 AI 数字人。你没听错，就是电脑合成的虚拟主播。他们不用休息，不会累，没有情绪波动，可以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不停的直播。还记得京东那个叫彩霄东哥的数字人吗？他第一次亮相就吸引了超过2000万人围观，带动的销售额超过5000万，一下子就刷新了我们对 AI 带货能力的认知。今年618，京东有17000个商家都用了这种数字人直播，你猜怎么着？整体转化率提升了30%，带动的总销售额超过了140个亿。这股风潮也席卷了淘宝、抖音、快手，数字人直播的增长速度简直就像坐上了火箭。就连罗永浩老师都搞了个自己的数字人分身去直播，结果你猜怎么着？开播26分钟的业绩就超过了他本人直播1小时的成绩，用户停留时间还更长，互动也更频繁。这效果连老罗自己都吓了一跳，发微博说感觉有点恍惚。这哪是恍惚啊，这简直就是未来照进了现实。除了这些不会累的数字人员工，另一个巨大的流量承接盘就是电播的集体狂欢。啥叫电播？说白了，就是品牌自己开直播间，自己家的员工卖自己家的货。以前品牌想卖东西，得求着头部主播给高额的坑位费和佣金，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发现，与其把钱给别人，不如自己建个阵地，把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抖音的数据就很有说服力，
过去1年，有将近70%的商家通过自己开店直播获得了收入，销售额翻倍的商家超过了16万家，甚至有上千个品牌，光靠自己直播就卖了过亿。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品牌不再那么依赖头部主播的光环了，而主播们也失去了一大块可以分食的蛋糕，带货数据自然就没那么好看了。所以你看，那个属于超级主播的黄金流量时代真的过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沉寂，恰恰相反，这些最聪明的大脑已经开始在新的战场上寻找自己的第二增长曲线了。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首先就是打造自己的品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营。这步棋走得非常妙，从一个中间商的角色转变为一个品牌方，这就好比从一个给房东打工的租客变成了自己买地盖楼的开发商，定价权和话语权一下子就掌握在了自己手里。李佳琦的公司美万就推出了一个叫美万优选的旗舰店，直接跟最顶尖的工厂合作，把那些他们多年来积累的选品、质检、议价能力全部用上，给消费者提供那些隐藏在幕后的宝藏好物。李佳琦自己也说，希望能把这些好东西集合起来带给大家。现在美万优选已经做得有声有色，一年卖出了250多万件商品，像垃圾袋、鲜烤奶皮这些单品都成了爆款。董宇辉这边也没闲着，除了与辉同行的直播，他也开始布局自营品牌。大家可能在直播间见过那个印着与辉同行标志的帆布袋，背后就是他自己的公司在运作，而且他们早就注册了相关的商标和著作权。这说明做自营品牌这件事绝对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早有规划、深思熟虑的结果。除了卖货，他们还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火热的赛道——短剧。这又是一步高棋。短剧是现在新的流量密码，通过制作和参与短剧，不仅能开辟新的流量来源，还能让内容更有生命力，跟粉丝建立更深的情感连接。李佳琦的主播们就已经演了好几部短剧了，而董宇辉更是直接专门开了个叫兰芝春絮的新账号，粉丝数蹭蹭的往上涨，已经快170万了。他自己说想做一些和带货不一样的事情，比如文化和旅游，而且他的公司经营范围也增加了电影摄制、文化经济这些业务。这盘棋下的可真大啊！他这是要从一个带货主播向一个文化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转型。所以家人们，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交替，那个依赖个人 IP， 一个超级英雄就能拯救世界的直播电商时代终将成为过去。未来的江湖比拼的不再是某个人的口才和魅力，而是整个系统的能力。谁能深度掌控供应链，为我们消费者提供最丰富、性价比最高的商品？谁能不断创新内容，给我们带来新鲜感和情感共鸣？谁能把从生产到售后服务的每一个环节都打磨到极致？谁才能在这片已经成为红海的市场上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这才是一场更考验智慧，也更值得我们期待的终极对决。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